荊棘要講感情啦，還有我們的健康啦，大家可以喺屋企嘅中宮位旺翻嗰個桃花星啊！呢個顏色好重要啊，佢代表咗中間，代表咗能量嘅核心。3個比較兇一點的方位沒講，二黑五黃七赤咁啊，黐住兩邊啊嘛，真係有病有破財啦。同埋咧喺2026年咧呢個位置咧個力量會更加放大，不得不用我哋呢個洞門嘅一字訣，以形去破形，以殺去破殺。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耀。大家好，我係鄭龍師傅。大家好，我係風水啊。哇，上一期我們九宮飛星真的是好多人看我。行出街啲人都問我啲字點寫㗎。沒錯啊，開個書法班。寫錯啊，沒錯。但是我們下一集呢，就是我們的下半節更精彩，因為我們荊棘要講的是感情啦，還有我們的健康啦，我們怎麼去調整啦。按照慣例，我們還是從這個鄭弘師傅開始。好啊，給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方位。一開始梗係第一個先啦。梗係啦。100係啊，100噶嘛，100咧桃花星嚟嘅，咁啊今年2026年咧入咗中宮噶，咁啊中宮位置100桃花，即係主呢個感情啦，戀情啦，咁所以變咗大家可以喺屋企嘅中宮位，點樣為之屋企中宮位咧？計埋房、計埋洗手間、計埋客廳中間嘅位置度一度，咁啊呢個位置咧就係100星啦。如果中間是牆怎麼辦？中宮位唔係就係一點噶嘛，係一個框框噶嘛，範圍一個範圍。咁如果100中宮位係個牆身嘅，咁啊你話挨近牆邊嘅擺啲風水物品咯，靠近牆係靠近牆得噶啦。建議大家喺個中宮位置咧就擺一個水晶樹，水晶樹咧就係要呢個粉紅色。紫色嚇，咁啊旺翻嗰個桃花星啊！點解咧？因為中宮係五行屬土嘅，咁五行屬土，火會生翻旺土，土啊增加呢個100桃花星呢個五行咧，令到佢個水嘅個性質的話咧，會旺上加旺。係好，那師兄到你了，你要寫什麼字啊？新嘅一年係時候睇清楚自己條路點樣行得更順啦。我係風水大師兄，可能你喺電視裏邊見過我。節目同比賽嘅經驗咧，令我更加清楚，玄學唔係乜嘢神秘嘅主義，而係幫我哋每一位去認識自己，把握到時機嘅工具。所以咧，我設計咗一套中華智慧大講堂嘅課程咧，會將一啲實用嘅道法術器、八字風水融入我哋嘅生活，教你點樣喺新嘅一年裏邊咧趨吉避凶，增強自身嘅能量，一步一步咁帶你睇清楚你所有嘅運勢，揾到屬於你自己嘅節奏同埋力量嘅。新一年新開始，如果你想增值掌握到方法，行出更順嘅人生道路咧，歡迎 WhatsApp 我助手，了解課程同埋報名嘅詳情。WhatsApp 嘅號碼係59303416。字啊！哇！喺啱先咧，阿鄭弘師傅咧就係講咗姻緣桃花，其實仲有人際關係，都係好重要嘅呢個100位啊。咁咧嗱，我又唔同你講寫乜嘢字先，你都要講㗎啦。係啊，但係咧呢個顏色好重要啊。嗱，阿鄭弘師傅啦擺咗一啲粉紅色嘅水晶喺度啦，已經咁啊火又旺咗個土啦。咁喺呢度嗰個字究竟攞啲乜嘢顏色嘅字咧？好重要，金色。金色係啊，點解知唔知啊？為什麼呢？土生金生水。哦，土生金生水，過關通關啦。冇錯啦，咁就會更加犀利啦。嗱，揾一張圓形嘅，跟住金色嘅字咧，咁啊黐喺你個桃花樹度啦，又或者黐喺你嘅中宮位置啦。咁有啲話，哇，我嘅中宮係個客廳喎，但係啱先都講咗啦，中宮嘅位咧其實係好大嘅，靠近呢個方位咧，你都應該有啲物品啊，又或者有啲長身嘅，你可以黐喺度。咁又到咗我哋一字訣啦，我徹夜不眠咁啊，有祖師嘅會有靈光一閃嘅時候，係徹，唔係徹徹底底嘅徹，係清澈嘅澈。因為咧呢個感情啊嘛嘅人係需要通透，需要流動。咁我哋喺道家裏邊咧，最中意講4個字：上善若水。哇！俾你講晒啱嘅，因為我哋道家仲要重水，水德啊，上善若水。乜嘢係最好嘅善？最高嘅善，就係水嘅境界啦。咁咧，我哋喺呢度咧，一個人人心夠澄明嘅話咧，個人可以自己明心見性嘅話，無論你嘅人緣啦、桃花啦、姻緣啦，自然都會好。有咗呢個字嘅加持咧，我哋都要有日常嘅行為嘅，迎陰自意啊！迎咧，我哋仲要係啦，每一日朝頭早起身你會飲杯水嘅，你要去到中間
飲一杯水。飲杯水。一嚟係加強咗呢個方位嘅水氣，二嚟水亦都代表咗最清澈嘅嘢，也代表財。亦都代表咗財，洗淨咗你全身嘅濁氣，令到你煥然一新再出發。每一日都係新嘅一日，每一日都係更加好嘅未來。所以咧，你只要將呢個中宮位做到徹底嘅話咧，我相信佢都會做好，因為佢代表咗中間，代表咗能量嘅核心。每一年咧，我哋咧嗰啲商場咧，尤其是大型商場咧，中間位咧都會擺啲中庭都會擺啲大嘅桃花樹。係咁啊，所以變咗而家大家咧去到商場，個商場裏邊咧個中庭位咧又喺個商場嘅中間，又放咗桃花樹的話，我建議想行桃花運同埋單身嘅男仔同埋女仔的話咧，就喺呢個桃花樹裏邊轉3個圈，然之後飲杯水。那我們講完了這個一白了，那還有3個比較兇一點的方位沒講哦。正紅師傅，我們先講哪一個？咁啊，先講一個空位先啦。呢個空位咧叫二黑巨門咧，代表嗰啲上呼吸道感染啦、口腔啦、疾病啦、咳嗽嘅。咁啊，二黑今年就係呢個西北位。咁啊，所以變咗今年咧係喺西北位呢個位置咧擺個葫蘆啦。咁啊，一般嚟講咧擺個木葫蘆都夠噶啦嚇。咁啊，木葫蘆可以化呢個病氣啦，最緊要開口喎。開口入嚟。係啊，開口啊，可以吸嗰啲病氣，吸嗰啲化氣，咁啊可以化解二黑呢個病符巨門一啲咳嗽啊，咁啊可以防止一啲流感啊、上呼吸道感染啊，咁啊所以變咗係喺一個明顯位置掛高啲咁啊可以見到呢個葫蘆的話更加之好。那師兄呢？你有什麼方法？嗱，咁多期啦，其實大家知道我最中意講嘅一個字咧，寫字就係清字。又係清字？唔係，你硬係覺得講咗清字，但係一直都冇講。巨門星佢代表咗一啲細嘅病，尤其係肺部啊、喉嚨啊、呼吸啊，係咪啊？我哋需要去清佢。我哋需要有一啲嘢去疏通佢，尤其呢個二黑啊，咁佢呢個病氣咧喺呢個宮位裏邊，事實上我覺得啊，2026年係輕少少嘅，因為本嚟佢個宮位咧就係屬金嘅，已經化解，已經試咗少少啦。咁咧，我哋用咗呢個清啦，嚟去收斂下呢一個巨門星嘅力量，去將呢個用金嚟肅清咗佢，咁啊令到咧我哋成個人清靜啲、舒服啲，咁啊唔會被呢個病氣去騷擾嘅。所以在我們這個化解用清字來化解這個力量之外，我們道家還能做一些什麼事情呢？係啦，我仲要補充一下。咁喺呢一度咧，其實簡單嘅。喺西北位咧，如果你係有窗嘅話咧，打開窗令佢通風透氣，令到佢清爽啲。平時喺呢度呼吸，如果冇咧，擺個細嘅風扇啊，令到呢個鉗位個風氣流動起嚟，咁咧都係一個神清氣爽嘅感覺嚟嘅，濁氣消散。咁我哋嘅陽氣就上升啦。好，那正紅老師有什麼開運小方法？咁啊，西北位啊，乾位啦，乾位最緊要乾淨企理啊，因為乾為天啊嘛，咁啊即係咗開陽啦，見到有個窗喺度更加之好啊。咁啊，最緊要唔好太多雜物，因為太多雜物的話咧，咁啊如果二黑位喺嗰度的話咧，全家人咧都會容易感染啊，或者呼吸道啊、咳嗽啊、肺病呢啲咁嘅疾病啊，所以變咗西北位乾位咧最緊要乾淨企理，唔好太多堆積一啲雜物喺度咁就得啦。好，那剛才兩位老師也給了這個二黑位很專業的這個建議啊。那第3個我們要注意的這個宮位是什麼呢？係一個最嚴重嘅五黃位啊。係啊，五黃位。聽上去就很厲害嘅樣子。係啊，呢個大煞嚟㗎。係啊，五黃位又係呢個正南位。正南位五黃咧有個大病啦，所以又會係火離卦，南位火會生旺呢個五黃土啊。那它力量不是更強嗎？更強啊！所以變咗下年咧，2026年咧，大家疾病嗰方面咧要小心啲啊！會容易有一啲疾病啊、傳染病啊嗰方面，大家都會小心注意。所以五黃位一定要化煞，而且如果大家屋企裏邊咧個五黃位又喺正南位，正南位又喺洗手間的話咧，更加要小心啲啊！我建議大家喺正南位放一個銅葫蘆或者一啲金屬物品，咁啊化解呢個五黃
五黃係要蝕嘅，要蝕嘅，所以變咗如果喺洗手間的話咧，咁啊真係要認真地擺一啲銅葫蘆，或者屋企其他位置啊、主人房啊都會有啲嚴重疾病的話咧，就落咗主人房的話咧，更加之嚴重㗎啦。鄭洪師傅，我突然想到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假如說在正南方是廚房，又咁燒火，怎麼辦呢？燒火又火啦，咁啊廚房又屬火啦，咁啊所以變咗好容易有啲腸胃啊、屙嘔啊嗰啲問題啊，咁啊所以變咗喺廚房裏邊咧又要掛翻一個係銅葫蘆嚇，銅葫蘆要去化病化解呢個廚房呢個五黃位。就是銅葫蘆，就是最好的化解五黃的這個煞氣的一個方位。好，那道家方面我們要怎麼寫？哇！呢個正南位就犀利啦！正南位咧，因為佢本嚟五行係屬火嘅，跟住咧五黃位咧五行係屬土嘅。跟住如果我哋唔用一啲強金去化解佢咧，係好難嘅。唔會寫個金字吧？唔會。嗱，首先我哋依然係揾個圓形金色嘅呢個字，跟住喺裏邊咧寫呢個字嚴肅嘅肅字。為什麼是肅字？肅殺，肅就屬金，係肅殺嘅核心仲要唔係細金，係新金，係大金嚟嘅。你無論喺奇門盤啦見到新金，就知道係哇肅殺。喺八字都係。肅呢個詞就明確代表咗係大金嘅能量。因為我哋喺呢個宮位裏邊咧，土咧應該係往年之中最大嘅，同埋話呢個病氣係最重嘅。唔單止屙嘔啦，好多大嘅疾病啊！如果你唔注意嘅話咧，又尤其係廚房啊，又係廁所啊，又或者係呢個氣流通得好勁嘅地方啊，其實都會惹到好多嘅大病嘅。所以咧建議大家咧。喺啱先講嘅葫蘆又好，又或者喺牆身度咧寫呢個肅字，係啊，同埋咧寫呢個。可以寫到葫蘆上面嗎？可以，亦都可以嘅，係因為我哋紙係一個載體，葫蘆亦都係一個載體，因為呢個肅殺可以制止咗今年嘅炎上火對佢嘅影響，同埋咧有時咧道教啊，唔係話一直係忍噶嘛，該去反抗嘅時候就係反抗啦。咁我哋話老君孭劍下山去驅敵噶嘛，該殺就殺。咁所以呢個肅殺好重要，以形去破形，以殺去破殺。那我們日常的時候，我們可以做點什麼事情，在這個方位比較好？咁啊，因為肅咧呢個字咧，除咗肅殺之外咧，都代表咗肅清。整理嚇，咁我哋希望大家咧，如果有啲嘢係喺嗰度好亂嘅話咧，就執翻乾淨佢。咁啊，另外咧就係話你自己有啲思緒要整理嘅時候咧，都可以去度去整理下啲思緒嘅。整理一下思緒啦，整理一下雜物啦。那鄭洪老師有什麼不一樣的見解嗎？五黃位啲咁嘅大病位，梗係唔好逗留喺度啦。坐喺度又好，食飯又好，甚至乎做決定又好，就唔好逗留喺度啦。如果你間書房真係要工作的話咧，就我建議你就搬出廳度做啦。如果你個梳化係真係五黃位嘅，我建議你坐歪啲睇電視機，斜底就睇好啦。惹不起我躲得起嘛。係啊，咁啊因為五黃位你逗留啊坐得耐啊即係吸收啲五黃病氣，咁你會容易生病啦，甚至乎個人咧都會混沌啲嘅，諗嘢都冇咁清澈嘅。沒錯，好，那我們終於到九宮飛星的最後一個宮位了，就是我們的七赤破軍。那七赤破軍，我們需要注意些什麼東西呢？七赤破軍係一個大破財位，呢個方位就係呢個西南位。下年咧，大家如果喺嗰啲位置的話，坐、逗留、停留同埋瞓的話咧，就好容易破大財。同埋咧，喺2026年咧，呢個位置咧個力量會更加放大咗。係，因為時刻呢個坤位啊嘛，所以變得咧七赤破軍一定要蝕。七赤破軍五行屬金嘅，咁啊屬金用啲水去蝕。我建議喺個西南位放多啲水種植物。如果呢個位置能夠合適到的話咧，擺一盆大啲嘅水種植物，咁啊令到可以化解呢個七赤破軍呢個五行嘅煞氣。因為呢個煞氣裏邊咧，令到你有破財啦，投資容易失利啦，屋企會容易壞電器啦，甚至乎無端端病痛多。如果你個五黃位又喺屋企個廳，再加上你個房係破軍位。即係西南位，咁啊黐住兩邊啊嘛，事關，咁啊真係有病有破財啦。那我見到很多朋友家裡面有養魚啊，
那我放魚缸在那邊可不可以？得㗎，如果係本身有魚缸的話，已經係化解到一個7尺破軍呢個位啦。就放到西南位。係啦，咁啊，所以變得可以喺啲魚缸裏邊咧個面嗰啲咧放啲水種植物啦，咁啊飄下的話咧，可以化解呢個7尺破軍呢個金氣，即係金生水，水又生翻木，咁啊呢個平和呢個破軍嘅煞氣。哦，那有沒有講究？我放多少條魚？什麼顏色？魚嘅數目咧，我成日同啲客咁講啊，最好係雙數。雙數啊，雙數平和啲啊嘛，單數啊屬陽啊，雙數屬陰，所以變得咧就平和啲，雙數係吉利好多嘅。好，那師兄從道家角度，我們最後要寫什麼字？呢個咧破軍咧，其實喺古代嚟講咧係講咩啊？點解你會破財？有賊入屋。哦，搶你的錢。係啦，有盜賊攞你啲錢，咁啊依家冇啦，咁就會形成咗會破財啦，亦都係破壞力比較強大嘅一個星嚟嘅，我哋大家都驚嘅。咁既然嚟到呢度啦，就不得不用我哋呢個洞門嘅一字訣啦。咩字？咁咧，我哋可以用藍色嘅紙。藍色的紙係啦，因為藍色係屬水嘅，跟住咧就寫一個好重要嘅字，我覺得呢個字簡直就係喺康熙字典裏邊最適合用喺破軍位啦。咩字咧？涵養個涵字。三點水。係點解咧？嗱，首先三點水咧，佢屬水嘅，呢個位咧係五行必須要用到水去泄佢嘅。尤其今年嚟講，2026年土生金，個金去到極旺啦。咁除咗泄佢仲點啊？涵字嗰邊咧，記唔記得啊？好似一個金俾佢包住咗咁樣嘅，一個口收住它。因為我哋講金屬於肅殺啦，佢個殺氣啊破壞力太大啦。咁我哋呢個涵字咧就將佢嘅空性包容咗落嚟，令到佢呢個除咗有金性之外咧，佢仲可以生少少嘅水，令到佢可以流動啊，潤一下佢，令到佢最強嘅肅殺之氣化暴戾為智慧，天下之自由，馳騁之天下之至堅，就係我哋道家嘅一個智慧。哇，忍不住要給大師兄一個掌聲。啊，對啊，他這個你真係冇辦法讀個背書厲害啊！好了，那我們可以在日常當中做些什麼東西來去注意一下呢？就是在這個方位。喂，我講埋先啦，既然係咁嘅話咧，嗱，啱先咧，阿鄭龍師傅咧就話咗有水種嘅植物啊嘛，咁我哋咧就為咗呢個水種嘅植物，平時多去。係啦，淋啲水，澆水，係啦，加水，或者咧有一個加濕器，將呢個嘅水氣咧泛晒喺呢個西南位度，咁啊令到呢個肅殺之氣少啲，咁你咪少啲破財，少啲破壞力咯。嗱，因為事關咧西南位咧係坤位啊嘛，屬土嘅，咁啊土會增強咗呢個七殺嘅。咁啊頭先教咗大家就擺呢個水種植物啦，咁水最緊要清澈啊，即係好似阿大師兄所講，涵字要水，但即係記住咯，因為唔好俾佢太耐都唔換水，有時太耐咧啲水會多塵啊，會濁氣啊，會散嘅。我建議大家隔2-3日都好換水啊，換翻多啲清澈嘅水，令到呢個7尺破軍咧嗰啲煞氣可以泄緊多啲。咁啊破財嘅，因為始終破財位啊嘛。大家如果係有啲藥啊、營養品啊、甚至乎一啲電子產品啊喺嗰個位的話，西南位咧，我建議大家拎走佢先。拿走。咁啊，因為藥都係屬火嘅，電子產品又屬火啊。咁啊火會生旺呢個土叫做坤位，再加強呢個七煞嘅金咧，會破財破得特別嚴重啲嘅。哇，感謝鄭弘老師的分享啊，也都多謝大師兄有這麼多的這個自覺告訴大家。那我相信大家也都收穫了不少的這個知識了。如果大家希望再精準的去改善自己明年的運勢呢，也都可以聯繫2位老師不同的這個助理的 WhatsApp，一個是八字大叔鄭弘啦，還有我們的風水說道的這個風水師兄的一個助理。那麼2位師傅啊，都有各自非常細緻、非常專業的這樣的一個服務的內容了。好了，本期節目時間也差不多了，我們下期節目再見，祝大家新年快樂！